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下周的话，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经济数据要出来了，因为这个现在2026年也开始了。下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全都有经济数据。然后最重要的在哪呢？在这个周三有一个 ADP 数据，就是这个小非农数据。这是比较重要的。周四跟就业相关的这个起始，申请就业金的这个，然后还有周五就是这个非农数据了，这是更重要一点。所以说重要的就是周三、周四周五，这是跟就业相关的，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都是在盘前的时间，都是在盘前。好的，这是这个下周的一个经济数据。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要分析的这个标的，先看一下这个标普。那么标普的话，我们也是先看一下大周期。虽然说这个先看的是月线，那么虽然说2026年的话，第一周只有周五只有一个交易日，那么现在周线上没有太多的信息。周线上现在最高点还是在6945，对吧？周线上想出顶分型的话，必须要跌破这个12月这个低点6702。只有跌破12月的低点，才能够出现月线的顶分型，或者说是出现这个高点也可以。那么就是突破这个破坏这个顶分型。那么现在是一个包含关系，是12月跟1月这个月线是包含的，没有太多信息，我们就往下看，用这个区间套降低周期往下看一下。那么3491这段的内部结构周线，那么周线上3491。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起涨点，在周线上，这有一个 A 中枢，有一个 B 中枢，A 中枢和 B 中枢的这个高低点没有接触，一个趋势上，对吧？一个非常你可以说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一个上涨。但是这个两个中枢的特点，我们在这里也简单讲一下。这两个中枢是明显是一个是这种，比如说是一个通道啊，或者说一个收缩的一个中枢，因为是啥呢？前面这个 A 中枢是高点突破了前面这个高点，然后低点没有跌破前面的低点，典型的这种这个突破型的，或者说这个收缩型的一个中枢。那么第二个中枢呢是一个扩张型的，也就是说这个又出了高点又出了低点，对吧？这个高点比前面两个高点都高，然后这个低点也比前面这个低点低，所以这种是典型的扩张型的中枢。一般在一个趋势上的一个结构中，这种是比较典型的，就两个中枢的那个形态不太一样。一般都是第二个是容易出现扩张型的，或者说出现这种喇叭口的这种，就是它的震荡区间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这个震荡区间越来越大，这种这个操作起来难度是大的，因为它的区间大了嘛，对吧？它这个震荡幅度大了，所以它的操作难度是大的。那么针对第二个中枢，我们现在关注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现在要么就是还在围绕中枢震荡，或者说你不围绕中枢震荡也可以。但是我们在缠论里面，想要不围绕一个中枢进行震荡的标准就是出现三买或者三卖，要么出现一个三买，要么出现一个三卖，然后它就不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要么就是往上走，要么是往下走，对吧？就会出现一个转向走势。现在没有，现在就是你要不就再拉回来，拉回来就是继续做中枢震荡。如果说珍珠震荡震到9段的话，那么这个中枢就升级了，前面都变成金属段，它还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对吧？现在就是在周线上，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最后这一笔，从4385到这个历史最高点。这一笔现在看它的内部，需要看它的结构。如果说饱满之后，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比较内部结构之前，先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用黄金分割扩展器或者叫斐波那契扩展器，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空间，能够发现很有意思。这个起涨点在这里4103。这段的空间跟这段的空间刚好到了等比例的位置，6831是这个等比例位置，看到没有？6831等比例，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段到6831跟前面空间一致了。那么这个扩展器比较这个意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空间一致了。那么前面走了这么高，它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回调，不是这么大，是这里有了这么大一个回调。那么同样的空间到了这个位置，是不是也要有这么大的空间的回调呢？这就是要比较这个空间的意义或者技术含义。那么前面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空间比较小，大概是5%。前面这里是有个5%的回调，那么这里是不是也要有一个5%的回调呢？如果说是周线上或者说这个标普指数来一个5%的回调，那个股可能有12%了，对吧？对个股来讲，能避开这种回调还是要
避开这个回档的。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的那个内部结构是不是结束了。现在在周线上是有周的顶分型了。那么前面这里也出现过回撤，但只有4根4周，出现过几次周的顶分型，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一笔回落。现在看看这个6945这个顶点是否能否形成有效回落，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那么这段我们平时做直播的时候是经常讲的，4835这是进入段，这里做了一个 A 中枢，然后有个大幅的上涨，这个上涨还是非常牛的，是一个缓慢的牛市节奏的往上爬升，快跌慢涨的一个结构，这是非常典型的牛市。这段的时候对很多人是非常难受的，因为很多人一直在测顶，一直在测顶，天天在喊到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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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他就快跌一下，然后慢慢要爬回来，快跌一下，慢慢爬上来。这种对这种心态不太好或者拿不住股票的人是非常煎熬的，这是典型的牛市节奏，快跌慢涨。那么这个回落的话，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技术上有含义的，这是一个0.382的一个回落，当时我们是测过的，对吧？刚好是贴到了0.382，然后出现了底分型，然后现在开始有上涨。那么现在这个日线上的 B 中枢也出来了，也是3笔构成了中枢，现在还出了一个最高点，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从4835这个上涨，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那么 A 也有了 ，B 也有了，是不是也要出一个小 C 段然后结束呢？不是，不一定，就不是必须的。缠论里面中枢是一定要有出现的，不论是一个中枢还是出现2个中枢，这是一定要有中枢的。但是 A 段啊，前面这个小 A 段还是小 B 段还是小 C 段，可以都没有。小 B 段完全是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A 段也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小 C 段的话，可以干脆就没有，直接掉头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不要一厢情愿的觉得一定要有 A 有这个大 A 有小 B 有大 B 有小 C，不是必须要有的。这是这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是不是要这个继续中枢震荡，还是说我这个咵一下跌的比较快，掉头往下走也可以，对吧？或者说，哎，这里回踩了一次，然后给一个300，就是不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了，也可以，对吧？所以各种模型我们都要知道，或者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我们都要知道，这就是缠论的这个不测而测。那么现在这个回落这一笔也够一笔了，从这个最高点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么现在从6945的话，这个刚好是踩到了这个中枢中轨上面，看到没有？这还有一个中枢中轨，但是现在这个日线上这个底分型还没有出来。那如果说它再往下延续，可能就要去下轨了。所以这里就关注它的这个是不是要往下延续？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稍微的高亮一下，看一下这个1小时次级别。那么在1小时上，这是不够回落反弹不够一笔，看一下30分钟，30分钟够。那这里是一个30分钟够一次反弹，然后这里是够第2次，然后是3，也就是30分钟上走了一个5浪，1、2、3、4、5，走了一个5浪或5段。现在就看这个第5浪或者第5段能不能够，在周五的话是出现过这个尾盘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呢反弹的力度并没有反弹够笔。那么在周一开盘之后，我们就要注意这个30分钟上能不能够给我先形成中枢啊？这个30分钟能不能打到这个120均这里？打到120均，如果说力度不够强的话，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反向中枢。反向中枢之后，是不是要么给一个2买上去，要么是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就这样的话，就形成反向中枢。所以说，在周一开盘之后，我们就要关注了。它如果说比如说一个跳空高开，直接开在120这里，你就不要往里追了。它有可能直接就是当天的一个高点，可能直接就往下走，可以给你个2买，然后再上去。对吧？或者说直接一个快速杀破前面的低点，那你就要看出现30分钟中枢以后，我们就要关注这个是前面这是3笔作为一个进入段，那么后面是不是也要出现3笔作为一个离开？以这种方式来构成日线上的那笔回撤。好的，这就是在30分钟上，我们在周一开盘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什么？好的，这就是简单讲一下指数，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现在其他的，现在这个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么还有一个对。这个应该是我们在这个会员朋友有提问，他问了一个这个
DXYZ，这是一个应该是据说呀是跟这个SpaceX 他们可能是有持股，他们可能这个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基金也好，或者说一个投资公司也好，他们有投到那个SpaceX 就马斯克的这个公司里面，所以说大家好像对它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那么这是我现在看的是周线上，周线我们看一下，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然后又到了这里。那么周线上它这个结构，如果说我们这里把前面也算上的话，也可以，但是它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是不是借壳上市的，因为它前面这里这个图形最低点的8.5块，最低点现在看的是周线。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最低点开始来算的话，就是说起涨点开始算的话，那么这里是有一个超大型的周线的一个中枢，就是这个周线中枢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是周线中枢的上沿，然后这是周线中枢的下沿，然后这次回落的话，刚好也是到了中枢下沿附近，对吧？25附近。所以说现在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这么一个这个中枢震荡，或者说你把这个，它的这个前面这里几个高点连线，前面这2个高点连线刚好是砸到这里了。这个最高点和这个高点连线的话，正好是这里有一个位置，也显示出来这个是有压力的，对吧？你看拖到了这个位置，为什么上不去了？也是显示这个趋势线对它是有压力作用的。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不能够有效突上去的话，那这个突不上去，空间打不开呀。只有有效突破它，这个张口要张起来，就是这个MACD 的快慢线张口要张大，才能往上冲。说现在看，动能现在不是很足，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19.71以来的这4、5根 K 线，但是现在周线上是不够一笔的。我们看一下日线上有没有结构，也就是日线上结构如果说不够很饱满的话，就有希望往上冲。如果说日线上结构已经很饱满了，那可能它就要在日线上再震一震。那么日线上的话，这里是一笔，但是这里是有一个中枢，只是1小时上是有一个中枢，所以日线上也没有一个2买给你。如果说日线上能够把这个点位跌破，把28.6跌破的话，这里就会有一次日线上的一次回踩，也就是日线上可以给你个2买，比如说踩到这个120天，这里刚好有一个120天均线在这里，28附近吧。如果说能到28附近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让你加仓的位置，或者说可以进场做多的位置。这样的话，看它能不能够再上去，甚至是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40.98，最好是有力度的，比如说跌到这个位置，然后咵非常有力度的突破这个40.98，这样的话就有希望出现一个123段，甚至是有一个12345也可以。如果说不能够很有力度的突破这个40.98，比如说回踩到这个28附近了，那只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对吧？那可能在这里先震一震，然后再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说现在日线上需要有力度，起码说现在这个看不到有很强的力度。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这都慢慢掉头往下走的，这个是偏弱的一个情况。我个人倾向的话是跌破这个28.6之后，在28附近可能能企稳，这样的话给你一个2买来做这个进场，所以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好的，这是这个会员朋友们在频道里的提问，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频道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对吧？你想关注或者你想我分析到的这个股票，尤其是在对会员朋友们，你可以在周末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周末做复盘的时候，时间可以做的长一些，可以说的细一些。毕竟在直播的时候，有时候人比较多，问的这个标的比较多的话，可能分析的可能不是那么到位。所以说这位会员朋友们来讲，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还有就是跟缠论相关的问题、理论知识都可以在视频下方提问，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流。那么这是针对这位朋友的一个提问，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是，我在这里不是给大家做喊单，对吧？我只是你看，虽然说我也是这个理论已经很熟悉了、很熟练了，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结果并不理想。这个不是代表你懂了你就能操作好，这个就是股票市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跟实践，它是两码事儿。对
对吧？所以说，不要光听我自己的，还要你要自己要考虑，你要有思考。我在这里也不是喊单，那么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才可以。这是针对这个票，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先那个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这是明显的这个弱于各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呐、什么黄银、那个白银了，呃，就是比比特币要强很多很多。所以说，比特币整个2025年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状态，主要还是跟这个整体的经济政策有关系，就是尤其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跟虚拟币相关的一个政策，并没有支撑它往上涨，尤其是原来这一波上涨的时候，是原来以为特朗普上台之后，或者说4月份那波后面这波，这里是有过一波上涨的。你看这个是他4月份上台了，然后这是上台有一波，后面也有一波，这个都是因为有消息有可能说要刺激一些大的这个机构要开始拿出他们的一些资产来购买比特币，因为这个比特币就是这些大户或者这些大机构进场来购买的话，才能慢慢推动它的价格。我们小散户是不可能推动的。呃，那么具体的政策还需要看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后期，因为他们现在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个所谓的 digital gold，也就是指那个数字黄金的一个特性啊。它现在跟股票的关联度、股市的关联度反而更高，不像黄金的走出一个那个独立的行情，这个比特币并没有走出一个独立行情，所以这是比较差的一点。那么在结构上，日线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 A 中枢，然后这里是做了一个 B 中枢，现在出来了。那么我们之前有朋友问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说这个当时这个 MACD 并没有给到往下压或者往走的这个迹象，所以我在这里当时说这里是有大概率要反弹一笔出来之后再看。那么现在这个反弹这一笔也出来了，最高点是90935，这样的话这个你看它这个明显是弱，但是呢这个现在爬的还可以，就是最近几天是带了一点力度，你会发现这个 MACD 的张口张开了，对吧？有张口就是好迹象。那么如果说这个张口能继续扩大的话，能爬到0轴以上，那么这样就有希望哈，能够突破前面这个94640。如果说突破94640的话，还有力度的话呢，可以继续往上涨一涨，比如说涨到这个120天均线，甚至是200天均线，就是到10万以上，对吧？看，如果说有力度的话，这是；如果说没有力度，它涨，比如说慢慢也爬到了94640，但是没有力度往上继续往上走，那也就是说在这里要做一个 B 中枢，就是前面这是 A 中枢，在这里做一个大 B 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往下走。这样的话，以这种方式来完成周线上的一笔下跌。所以说现在就是日线上这个构造没结束，日线上构造没结束，想要它结束的话，这段要有力度，或者说往下有力度，或者说往上有力度。现在没有啊，没有力度的话，那就是继续中枢震荡。对吧？它也可以震出9段来，震出9段的话，那就前面都变成进入段，然后可以继续往下走，也可以，就是9段之后升级了嘛。所以现在针对比特币的话就偏弱，那么以太币也差不多。以太币的话，因为它主要那个比特币是龙头嘛，但是以太币现在也没有出现自己独立的行情，就是结构都差不多，也是 A 中枢出来了，B 中枢出来了。它现在比这个比特币强一点，就是它现在这个结构是固定下来了，这个第二个 B 中枢的结构已经固定了，但是比特币的这个 B 中枢还没固定，因为它的第3笔现在不能说它结束，它可以继续往上涨一涨，也可以，对吧？这就是比特币跟虚拟那个以太币的区别。那么以太币这个3段都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已经出现4和5了，所以现在它还在围绕这个 B 中枢在震。所以你要操作以太币的话，那就是围绕第2个中枢震荡，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买一买做多，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仓做空，对吧？就是这个简单的中枢震荡的一个策略。但是如何判断在中枢上方或者中枢下方力度衰竭呢？这个是要结合的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需要多个周期来，你才能够抓得更准，抓到这个拐点附近。好的，简单的看一下这个黄金也是，我们在这个上次的这个直播这个周末复盘的时候有讲过，这是一个9段升级的中枢，前面这里全部都是进入段，然后现在开始离开，然后针对这个回落的话，现在已经开始有出现回落了，但是现在这个回落还不够一笔，2次回落
还是下面这个9段中枢的300，因为它的级别不同，对吧？这个级别大，这个回落的级别小，所以说它还是300，它还可以往上走，甚至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第2个小中枢，也就是说这是次级别的 A 中枢，这前面这个可以是 A 撇，那么这是次级别的 A，这是次级别的 B， 可以依据这种结构继续往上生长的。就是现在就是看它这个回落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如果说回落的深一点的话，看是不是要踩到120天，这120天慢慢就爬上来了，这根均线慢慢再往上爬。如果说爬上来之后，看看是不是能到4000，踩到4000上，对，不，你要买的话不要太着急，就是如果说想买黄金的话。那么再看一眼这个白银，白银的话就跟我们之前在这个上个周末分析就结果都非常的符合。那我们简单说一下日线，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日线。从这个28这个上涨的话，这是一个 A 中枢、B 中枢，对吧？大 A 大 B 出来了，但是这个 C 不背驰，它这段 C 不背驰力度很强。我们当时分析上周分析的时候，但是在本周的话，它这里是出现了一些回落，但是回落的话，我们看的是4小时，就是说。因为这个黄金是23个小时的一个交易周期，所以说它的次级别的话需要看4小时，就是次级别是4小时。在4小时上，我们之前是分析过，这一个1、2、3、4、5、6、7，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应该在这个位置。我们当时说这个第7笔或者第7浪，在缠论里面我们有一个7浪衰竭或者说9浪衰竭的这么一个模型，所以说到了7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追。我们在上周已经严重提醒过了。那么当时提醒过之后，这是第7段，当时在可能是周一开盘的时候又往上冲了一冲。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可能在这里，它又往上冲了一冲，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去追涨的？如果说追涨的话是比较惨的，因为这个黄金，如果说你要去做合约的话，那都是带杠杆的，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其他衍生品能够以黄金作为标的跟踪它的话，是不带杠杆的话，你去做风险可能小一点。但是第7段或第7浪去追涨，那就是比较惨的。那么呢，在4小时上，哎，出现了一个完美的一笔回撤，这是第8笔回撤。第8笔回撤还没碰到前面那个高点，所以说是8的回撤，然后出现了9。这个的是想抓这个，其实相对是简单的，因为你是可以利用黄金分割回撤去抓它。看到没有？刚好是回撤到了0.618这个位置，回撤到0.618之后出现一个低分型，就这一笔是可以做的，因为是出现一个第8笔或第8浪的一个上涨嘛。对吧？那么这是在理论上是可以去做这一段的，但是因为它是23个小时的一个交易时间，所以说你如果说在那个场外或者说不是正常交易时间段，你没有办法交易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比较尴尬了。如果说你上涨的时候，它在这个位置你没有办法交易，然后它又下来了，那就没办法了，对吧？所以说一定要看好你的交易时间或者你的交易周期能否符合这种都要在你的这个交易里面有这个计划到，你不能说哦，这个我这个只做可能上涨的，而不去这种可能性的回落，你不去考虑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来回坐电梯。但是如果说你又是用高杠杆来做它的话，那可能是基本上，涨的时候跟你没关系，然后跌的时候你就全亏掉了，因为杠杆嘛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比较难做的。所以说基本上对黄金来讲，有能力就做，没能力就场外看一看，也是挺有意思。毕竟现在它的关注度是市场上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在，那么针对它4小时的话，现在是做出来一个中枢来了，就看它这个中枢是不是要选方向。这里是可以在这里继续震的话，它也不代表一定要往下走的，它也可以是前面这里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震，可以往上走。如果说它选择往下走的话，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是要完成日线的一笔回落。这里是有一个4小时的中枢，然后这里是有一个进入段，这里是有一个离开段。这样的话，在日线上它就完成了一笔回落，那么就是日线的。我们看一下日线，因为日线上这笔回落还没出现呢。针对这个中枢可以出现一个日线300的，对吧？出现一个日线300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再次打高点，还是说在这里做一个日线的第3个中枢？因为这是 B 中枢，这是 A 中枢，那么这里可以出现一个大 C 中枢，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日线的这笔回落是没有出现，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测一下它可能的回踩的位置，它完全是可以踩到这个66附近。踩到这个0.5的附近，然后给你一个止跌之后，然后继续往上走，是再次出高点也可以，或者说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对吧？所以就看它是怎么选。如果说它不出现有效一笔回落，只是在4小时上在这里震，然后就往上走，那说明4小时上的日线那笔没结束，说明是
日线的这一笔离开没结束，它可以再次突破83.75之后再出现回落，也可以，怎么选都可以，这点你一定要记住。市场怎么选都是对的，你只需要根据市场的选择来做应对就好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白银。那么再往下看一看，我在这里列出来有一些我关注的或者说这个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么先看一下这个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 Macro。这个 Macro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现在涨得这么好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原因，对这个内存条或内存的需求量比较大。那么因为现在也不知道是这个生产端在控制还是怎样，反正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说现在是供需出现了一个偏这个不平衡，造成它的现在价格往上涨，那么它的股票也是体现的非常好。那么这个是这个 MEU 市场上关注比较高，我们就关注最后这笔，从103这段日线上这个水印103.8。103.38这个上涨的话，这是一个12345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做中枢。这个回落的话，我这里是当成一笔回落，因为它这个是有我看一下，第3根 K 线和第4根 K 线应该有包含关系。你如果说用包含处理之后，这里是不够一笔回落的，所以说就看你的这个选择。因为我这里用的是这个，因为缠论里面笔的话，它是有一个新笔和老笔，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有可能有一些新朋友。这两种是这个第3根 K 线，对吧？或者说那个你要么是3跟这个第2根、第3根有包含，或者说第3根跟第4根有包含也可以，你这样包含也可以。只有反正不管是跟前包含跟还是跟后包含，就这里有包含。但是第一种模型的话，它是没有包含的，这是新笔，这是禅师定义的新笔，就是要经过包含处理之后，每一根 K 线都是跟前面后都是没有包含关系的。但是第二种情况的话，它是有包含关系，但是呢，它两个都需要首先要满足5根，都需要满足5根 K 线。那么这种老笔的这种方式是好处是它更容易出现笔，更容易定义成，就是说你在交易的时候更容易发现这个有回落，这个是当成对你来说是当成笔用的，对吧？这样的话它是有结构的。但是对于这种按照第一种方式来这个按照第一种规则来画图的朋友来讲的话，它这里是没有一笔的，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1、2、3、4、5、6、7、8、9这样，然后中枢在这里，看到没有？这是有区别的，对吧？这是中枢在这里，我画的中枢是在这里，那这个的300你是体现不出来的，这一笔回落的300是体现不出来。针对如果说你不把这个当成一笔的话，它现在还没有300呢。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出现300，还是针对这个中枢的离开，它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对吧？这就是跟你个人的习惯。你如果说选择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第一种情况，就是严格定义的话，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么你就一直延续它，不要变。你一会儿用这个严格的，一会儿用这个新笔和老笔，你混在一起用的话，你就会这个有点混乱了。所以说，你如果说用第二种，就一直用第二种；如果说用第一种，就一直用第一种，两个不要混在一起用。那么我这里是用的第二种，这里是回落是构成一笔的，那么这里是有一个300，针对这个300之后，它又出现了一个123，对吧？那么这样的话，针对这个中枢是可以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的，因为进入段跟离开段都是线段，这是由笔构成的线段，我是可以比较力度的。在这个没有形成，就是它的离开没有形成线段的时候，只有一笔的时候，你是不能跟前面的这个5笔比较的，它的级别不同。这个离开是一笔，它这个进入段是线段，它的级别是不同的时候，你是不能比较的。那么现在我比较了之后发现，290.21，我们在上周比较的时候，它刚好是顶到这个位置，也就是说290.21当时是一个压力位置，或者说潜在的一个阻力位置。那么它现在突破了290，意味着这个离开比这个进入空间大，没被持。然后这个 MACD， 你发现这个强势股票的 MACD 是非常强的，这个 MACD 的这个快慢线的张口啊、柱子的长度、面积都在往上放大，对吧？你是看不到任何衰竭迹象，这就是非常强势股票。那么针对这个 MU 的话，现在这个3段构成的这一段还不被持，那么这3段呢，对吧？这3笔之间，有没有被持呢？
也没有背驰，293.85，这第三段比这个前面那段也是不背驰的。这是为什么它那么强的原因，都处于不背驰的状态，都不在背驰段里面。只有它处于背驰段的时候，才有可能结束。这段跟前面这个比较有背驰，那么这个位置就可能结束，就可能是这样一笔。它如果说它不处于背驰段，是不可能结束的，对吧？就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它不处于背驰段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空它，也不要想着什么去这个暴跌什么的，那都是妄念妄想。所以现在就看它这个第一段，这个第三段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因为现在在日线上没有任何的这个顶分型，1小时，哎，有结构了。从这个221的话起涨点，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构成了中枢，现在开始走离开。现在这个离开也是显示了这个起码是没有，虽然说这个柱子的面积现在看没有前面那个大，但是它要结束，对吧？这段看不出来要结束呢。什么时候它的内部给你2个小中枢的时候，比如说15分钟上或5分钟上有2个小中枢，那可能这段要结束了。但是它这个进入段相对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空间如果说不能够达到同样的空间，就是离开段不能够达到同样的进入段空间的话，那就可能出现背驰。是不是要在这里做2个中枢？1小时上做2个中枢之后再结束，对吧？这个不知道，但是起码1小时上这个离开现在还没结束，所以这个票的这个结构啊，大结构的话我们在上周是分析过，但是我们今天就简单说一下日线上，这是非常强势的一只股票，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那么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是在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在上周我们想分析它，但是时间不够。这是10.81是起涨点，也是1、2、3段进入段，然后构成2次回落，构成中枢，然后开始离开。离开之后，当下这个位置是没有背驰的，跟前面这个进入段就是比跟比比较的话是没有背驰。那么现在它这一笔出现了回落之后，是因为它内部出现了这个背驰结构，内部的日线上出现了一个背驰。你看这里，这里是一个1、2、3段，对吧？在周线上，这笔回落是不构成一笔的，但是在日线上它是构成回落的，所以说在日线上它是出现背驰的，那么出现回落了。那么回落之后，这段回落，你在这个我们做复盘看一下它这个回落的位置，还没到0.382，回落的很浅，对吧？回落很浅，但是是构成了下面这个中枢的300。现在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那么这个反弹够一笔，你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这个力度不能够跟上来， MACD 这个力度不能跟上来，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这是 A 中枢、B 中枢，然后再往上走，或者说后面有一些什么事件推动的话，能够再次突破它也行。但是现在看不到，力度不太强，就是有容易形成什么3买转2卖这个模型。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212的话，就会出现3买转2卖，然后在这里做中枢。所以现在就是，或者说可能推到这个212.19，或者再突破它，但是没有力度，那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也会出现一个回落，对吧？就是在这里做中枢，要么在这里做，要么是在这里做，就看它在哪个位置做第2个中枢。说现在，针对这个英伟达的话，现在看不到太强的力度。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笔，也就是169.55上涨这一笔，169.55上涨。周线上是一笔，那么日线上是3段，1、2、3，刚好这个第3段也是到了一个等比例，我这里已经测出来了，188.76，这3段是一个等比例在188.76，现在也是没有力度往上走，现在是好在是冲到了0轴上面，看到没有？已经冲到0轴上面。如果说在这里趴一下的话，在这里趴住 MACD 趴住的话，如果说回踩一次，那就相当于这里做一个中枢，看看做成中枢之后，看有没有力度离开它。对吧？这样的话有希望，周线上那一笔没结束，看看再次去挑战前高的话，那就有希望了。说现在首先日线上这里你不要去追它了，如果说它再踩回来的话，而且形成一个比如说通道式的这种模型的话，这个回踩你是可以去做它的，有希望再次离开，或者说大不齐的话，就是再踩到这个通道上沿的话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如果说有回落，我们可以去大胆去买回落去。然后再看这个 Palantir 的话，就是也是2024年或2023年的一只非常非常牛的一只股票，它也是它的这个基本面也是非常强，又是军工啊，又是 AI 呀、再加上它这个董事会里面这个 Peter 应该是叫 Peter Dale 还叫 Peter 什么玩意儿，他这个董事会主席啊是这个 PayPal
PayPal 这个因为有一帮人，就马斯克那帮人，他们原来都是从那个 PayPal 那个公司出来的，对吧？这帮人都是也成了一个小团体。那么他们的这个背景我也不用在这里重复了，都是能够拿到各种大单子的大的合同的人，所以说这个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你说大空头这个 Michael Berry 去做空它，对吧？你做空呢，他是在这个位置做空，当时做空之后，这个消息出来了，然后出现了一波大，就是他在这里做空，就是13F 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波就是大下跌，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平仓，他应该用期权做空的，但是后来不是又涨上去了嘛，对吧？我一直讲，你不管你是大空头还是那个大鳄呀，就是什么灰犀牛的，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合力，我们只关注市场合力的表达。市场合力是空的强，空头强，那我就可能减仓或者去做空它。如果说空头不够强或多头强，我就去做多。我们只跟随合力的一个表达就好了。那么针对它的话，就是它还在这里做中枢震荡，在日线上从这个66.12的上涨，这个上涨其实是周线的一笔，它没结束，你可以说它没结束。66.12这笔上涨没有办法说它结束，你除非是再次跌破这个147.56也可以，再次跌破147.56，这就说明周线上有一笔回落了。但是你看这里，它起涨点在哪呢？起涨点在这里，16.14呢，1、2、3、4、5，这只是周线第五笔上涨，或者说周线第五笔的一个结束也可以，那就出现第六笔。那么可以去看能不能够碰到周线的这个125.41，碰不到这个的话，还只不过是一个6的回撤，还可以有7呢，对吧？如果说碰到它的话，那就是在这里做 B 中枢了。前面这是周线的 A 中枢，这里是做周线的 B 中枢也可以。那可以再次出现中枢之后，看去做它这个结构买点也可以。所以说现在它没方向，要么是再次突破这个207.51，要不再次跌破这个147.56才有方向，它没方向，所以说日线上它需要选方向。那么日线上它这个结构，它这是中枢震荡啊，没方向，对吧？就是一个或者说你叫它中阴段也可以，就禅师说的一个中阴状态。所谓中阴状态，就是它没有方向，可上可下，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的话，最好做的就是这个中枢震荡。你利用这有一个中枢，上方减仓，下方加仓。具体的怎么加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需要利用小周期的、次级别的，甚至是次级别的一个，才能找到一个更精确的一个进场的位置。好的，这是针对这个帕兰提。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在2025年12月12号是出现了一个历史最高498.83，那么现在是出现了一波回落了。那么我们之前分析的起涨点是在这个214.25这个起涨点的话，这里是有一个进入段，然后有一个 A 中枢，A 中枢是7笔，这我们之前数过，只有7段，然后开始出现 B 中枢，这个高低点是没有接触的，所以说也是一个趋势上。到了498.83这里的话，如果说这里结束的话，断在这里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前面这个214进入段 A 中枢 B 中枢，然后到498.83结束了，没问题，对吧？这个结构是一个趋势上，非常标准的趋势上，两中枢趋势上。那么就看它右侧这个是不是要生长，生长给我一个3段还是5段，还是说带中枢的，还是说带2个中枢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后期的，或者说我们把这个 B 中枢这个扩张，对吧？B 中枢扩展呢，扩展出来9段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进入段，一个离开段，这就是升级了嘛。前面都变成进入段也可以，但是现在就是也是处于一个未选择方向，那你就利用 B 中枢来做它的中枢震荡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是相对偏弱的，现在已经砸回到这个中枢的中轨这里了，对吧？那如果说再往下走的话，这个 MACD 继续往下延伸的话，那是不是要踩一下120天这里？那就弱了，对吧？那这个因为中枢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中轨来帮助你辅助判断现在这个多空强弱是多头偏强还是空头偏强。那么现在明显是空头偏强。如果说继续往下延续的话，到120天那就非常的就多头就非常弱，那么可能给一个很弱的反弹，继续往下走，这里就绝对就是走反向了，就是走周线的大级别的一个回落。我们再看一眼周线的话，那么周线这里还没有起涨点，也是在214，
这个周线上上涨一笔之后，周线上还没有出现回落呢，前面这些回落都不够一笔呀，所以周线上大的回落还没有。如果说周线上给一个回落，那还可以出现回落之后，如果说这个回落结束之后，也可以继续往上生长的。这是这个，其他的大周期我们就不看了。好的，那么的话，嗯，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最后看一个或看两个吧，因为这两个是属于这个类似一个 ETF，就是大家也比较关心或者说可能愿意做的这个 QQQ，一个是大的科技公司的一个 ETF，一个是 SOXX，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semiconductor，就是这些那个芯片呢，这个的一个集合的一个 ETF，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那么这个 QQQ 的话，这周线上254是它的起涨点，那么这里是一个五段一个进入段开始做中枢。这里我需要说一下的就是这里个前面这里的一个回落，在这个 QQ 的周线的这笔回落，如果说你不太严格的这个定义的话，这里是够一笔回落的。但是呢，因为包含关系处理之后，它是不满足定义的，所以说就看你自己这里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如果说你画成一笔的话，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这样有一个中枢，这有第二个中枢，说明它有两个中枢的趋势上了，对吧？那么就跟那个标普的那个图形是一样的。如果说你不把它当成中枢，就只是一个五笔进入段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前面这个中枢毕竟严格定义是不满足一笔的。那么当成一个五段进入，它只有一个中枢，对吧？那么有一个中枢，当然有一个中枢也可以结束，不是说必须要两个中枢才能结束一段一个趋势上，有一个中枢也可以结束，就是一个盘整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说，不是说我有了第一个 A 中枢了，我就一定要生长出一个 B 中枢来，才能结束这个上涨。不是的，也是可以一个中枢到这里结束，然后走反向也可以的。所以说现在就是看它第二个中枢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其实它跟这个标普啊，或者说刚才那个英伟达很像，就是它没有方向。Palantir，这在周线上它现在没有方向，必须要再次突破637，或者说跌破580才有方向。现在这段是没有方向的。那么看一下它最后这段日线上，哎，这个结构就跟这个大部分的股票其实很相似，也是一个1、2、3、4、5走得很强，看到没有？科技股走得很强，一个五浪或者说一个七浪都可以，因为这里是有一个，因为这个4月9号，也就是特朗普发推文说不跟中国或除中国以外的这个公司那个企业就不打这个贸易战了，造成一个大幅上涨，然后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落。如果说你当成一个二买的话，那就是一个1、2、3、4、5、6、7对吧？那如果说这个不当成一个，因为它毕竟是有包含关系的，K 线之间有包含关系。如果说严格定义，那就是一个一笔上去，然后1、2、3、4、5，对吧？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么个区别。那么这一个进入段，那现在中枢在这里了。这个中枢我们刚才在周线上已经说过，它没方向。你要么是再次跌破这个580.74，要么是再次跌破它，要么是再次突破这个637.01，它才在大周期上才有方向。所以说现在就是也是一个中枢震荡，对 QQQ 来讲也是一个中枢震荡。如果说它往下踩一下，比如说踩到120天，你就做多，或者说去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利用这个双触发嘛。我们说的双触发就是第一个触发是要在本周期找底分型。如果说你要买回落的话，首先要底分型才触发你观察。如果说连底分型，就是你看的这个周期，如果说连底分型都没有，你都不去看，因为这个下跌没结束，没结束，你要做多的话，肯定这个风险比较大呀。为什么要去做多呢？因为下跌趋势没结束啊，对不对？所以出现底分型才触发你观察。如果说你是做空的话，那没有底分型，你都不需要那个去平仓啊，因为下跌还没结束呢，你急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底分型是触发我们进场观察的。那么出现底分型以后，那么我们要的是尽可能，如果说出现底分型，它也可以是一个中期的底分型，它可以把这个底分型跌破了，继续往下走也可以。那么怎么来这个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大概率的这个位置是一个这个固定底分型呢？那你就要双触发，就是看这个回落这段的这个内部结构，回落这段的内部结构。去找是不是够饱满的一个结构？什么叫饱满结构？就是跟模型相比较，模型的话是这么一个结构，是不是两中枢的趋势下，就它的次级别
或者说次次级别是不是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如果说已经两中枢趋势下了，那么基本上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那么这段就大概率要结束了，又给了一个底分型，那你这个位置就可以去进场了吧，对吧？你所进的位置就很大可能的就，或者说最大可能的接近这个最低点。你不一定买在最低点，但是最大可能的去买在这个位置，比如说你买到了这个位置，然后后面这段你是可以吃掉的，对吧？所以说，双触发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贴近这个拐点的这个位置。好的，那么针对这个 QQQ，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跟芯片相关的这个 ETF，结构差不多，发现没有？在日线上的话，从148.31的话，一个3笔做成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一个中枢，然后再开始做 B 中枢。B 中枢的高低点，我们看一下这个两个高低点有没有接触，260.44。255.06没接触，一个趋势上，一个这个结构就是相对的，跟那个 QQQ 比较的话，它就是更饱满一些了，对吧？两个中枢 A 也有了，B 也有了，然后这个就是没有这个 C 嘛。现在什么时候是算是出现 C 呢？C 必须要有3买，这是 A，这是 B。我所谓的 C 是这个小 C 段，小 C 不是大 C。大 C 的话指的是中枢，小 C 的话是指的这个离开段。因为你如果说不出现3买的话，你这个小 C 段可以是再拉回来，拉回来的话那就是继续中枢震荡，那就不算 C，就是你这个离开段，这段离开，如果说不包含3买的话是不能算 C 的，只有什么时候算 C 段，就这个离开带一个小3买，那么这个才算 C 段，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3买或3卖，那么它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针对这个 SOXX 也是一样，针对这个中枢，你就是上去了，力度弱了，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减一减。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没有力度，这个尤其这段这个位置对应的它也可以再次突破它，然后出现一个盘整背驰，或者说你去比较这个离开段跟这个进入段比较一下，对吧？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可能的这个等比例的位置。339.84，如果说有点力度的话，能突到这儿，你要小心了。这个是不是到了等比例也要回落，给一个3买，然后再上？不管怎样吧，有了中枢之后，你就去做中枢震荡的操作就好了。但是我们做这个中枢震荡的差价操作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这个降成本。降成本就是为了你长期持有，对吧？只有长期持有，你才能够吃到更大的这个红利，或者说你利用这个差价操作，我们最终是为了降低成本之后，成本一旦够低之后，你对这种小的震荡你是能够抵抗的，你不太在乎了。如果说你的成本是在200，对吧？那么你的成本在这里，它天天在这个300或者280附近在这里震，你是无感的，或者说你都不担心的，你能拿得住。你只有能够抵抗这个每天的短期波动，你才能够持有起来，你才会比较坚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分析来做差价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长期持有。好的，那么的话，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